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卓的频道，我是安竹。随着10月份正式结束，近日特斯拉再度更新了他们的 AI 路线图。今天的影片我们就从远聊到近，先来看看特斯拉明年要如何达成20%到30%的交付成长，以及检视一下特斯拉之前设下的 AI 路线图，哪些已经达标，与短期的未来内有什么可以期待的部分。另外，影片的最后还有来自观众提供的，我也不知道算是轻松还是惊悚的话题。以上这些内容都会在今天的影片与大家分享。安竹除了在这边感谢观众提供的素材之外，也感谢所有愿意花半秒钟的时间帮我按赞以及追踪我频道的所有朋友们。来自各位的鼓励就是支持我花大量的时间帮各位收集资料与剪辑影片的最大动力。同时趁着年末，安竹也要提醒各位所有在美国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可直接进账近$1500的好机会，包含了办一张 Chase 信用卡，免年费，3个月刷$6000就可以直接获得可换$900的点数。这活动据说这几天就要截止了，以及附图针对安卓的观众，新开户入金$5000，维持60天以上，不但闲置金额前3个月给到8.1%的超高利息之外，更还可以抽15股股票，外加直接领1股的 NVIDIA。以上2个活动加起来，获利直逼近$1500啊，是不是真的超爽的？我已经把申请链接放在下方的说明栏。时间有限，各位有美国身份，不管是公民或居民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喽！在上一季的财报发布后，特斯拉的股价总算有了爆炸性的成长。除了大家似乎对 FSD 充满信心之外，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因为马斯克宣称明年将会恢复交车量的成长，预计增加20%到30%左右。给出这样的预期，可以说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因为过去几年，特斯拉的交车量目标一直是维持50%左右的年成长率，并且预期到了2030年，每年可以交付约2000万辆的电动车。而也确实过去几年特斯拉的交付量也是年年大幅成长。虽然我们知道这样的好成绩不可能年年都会出现，只是万万没想到，在今年交车量成长突然大幅停滞。现在第4季目标要交付515000辆以上，才能勉强维持与去年持平的交车成绩。不过好消息是在财报会议上，我们知道，由于造车成本，尤其电池的部分大幅下降，特斯拉有了更多的获利空间，因此得以早早推出各种促销方案。继我之前每周跟大家更新的促销，包含了真正的零利率优惠、FSD 的转移与已经购买者的30天免费试用。这一周来，特斯拉再度加大了促销的力道，包含了中国零利率优惠继续延长到11月底，以及美国市场透过推荐连结买车的$1000折扣，原本不适用的 Cybertruck 现在也可以折抵了。如果有打算要买车的朋友，有需要的话，我有在说明栏提供连结，可以让你省这$1000哦。另外，不少人收到的 FSD 免费试用也继续延长，而且距离年底还有2个月的时间，我猜还有其他优惠出现的几率并不低哦，像是免费超充甚至更直接的降价都有可能。因此我预期今年第4季的交车成绩应该也不会太差，但整年大概也就是与去年持平，想要看到像过去大幅成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如果按照马斯克宣称的明年会达到20%至30%交付成长的话，代表明年得要多交付约50万辆左右。但看着今年的表现，特斯拉要如何达到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呢？首先就是这1年来才正式交车的 Cybertruck， 随着产量逐渐提升，目前 Cybertruck 的年产能约莫为125000辆左右。其实这是比原本预估的还要高了不少的表现哦。但 Cybertruck 的问题是在于需求，因为售价比当时预定的要高了不少，而且续航力也远不如预期。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美国目前的销售情况，在非 Foundation 版本开卖后没多久，现在连原本没有预定的消费者都能随时下单领车，而且等待的时间也不用太久，许多人下单后1周左右就交车了。再加上我刚刚聊到，现在买 Cybertruck 用推荐连结也能省$1000，其实也算是一种变相降价。另外消息指出，11月特斯拉将会开始向加拿大交付非 Foundation 版本的 Cybertruck， 表示库存量是非常的充盈。这对原本宣称有着150万甚至200万的预订量来说，转换率是有点差强人意。所以若想利用 Cybertruck 大幅增加交车量，或许它的降价会比我们想象来的还要早，也不一定。另外，占特斯拉目前约95%交付量的主力车款 Model 3与 Model Y， 随着新款 Model Y 即将推出，预计将会带起一波换车潮，包括我自己极有可能也是其中一位。不过想要靠 Cybertruck 以及新版 Model Y 就能达到额外50万交车量，似乎还是太勉强了。关键中的关键，应该还是明年可能
能会推出的新车种。虽然马斯克说现在推出$25,000的平价电动车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他甚至说这个计划既愚蠢，而且跟特斯拉创立的宗旨颠倒。他更倾向集中火力，让刚发表的 Cybercab 拼能够在2026年量产上线。但在明年，特斯拉依旧有可能在基于 Model 3、Model Y 的平台上推出一款售价更便宜的新车，市场预估售价可能落在3万到$35,000之间。当然可以想见，这款车可能会 cost down 到极限啊。但对于原本在期待平价电动车的消费者来说，这辆新车将是唯一的选择。而对特斯拉来说，若能利用既有的平台生产，除了拉高产量、速度更快之外，初期的成本也将更低。而且我相信，若能定价在$3万左右，绝对可以吸引到大量的客群。不过交付量的累积需要时间，所以特斯拉若预期明年能够多50万的交车量的话，表示这款新车是有可能在上半年就得要现身。所以如果想要买更经济实惠的电动车的朋友们，明年确实可以好好期待一下。不知道这边有多少观众是有高度意愿购买这款精简版 Model 3或 Model Y 的呢？另外，除了车辆本身之外，马斯克也极度看好自动驾驶技术的出现，能够大幅增加特斯拉的交付成绩。刚好10月结束，还记得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特斯拉 AI 路线图吗？特斯拉也刚刚公布了已完成的项目，以及对于未来包含 FSD V13版的计划。已完成的部分包含有真智能召唤 S 的推出。Cybertruck 也总算开始支援 FSD， 以及我个人感觉最实用的就是在自动驾驶时支援佩戴墨镜的眼球追踪。当然，这也要归功于 V12.5 版的 FSD 后，总算也开始支援了 AI3。也就是我们常讲的 Hardware 3硬体。但以上这些其实原本都是9月的目标，其他有些比较具争议性的，包含了 V12.5 版的必须干预里程提高3倍。这部分如果根据来自车主的大数据资料显示啊，非但成绩没有提高，甚至可以说是退步。透过 FSD Tracker 网站的资讯显示，目前 V12.5 版总共收集了超过4万英里的数据，平均每次需紧急介入的里程为144英里，比过去在 12.3 版的196英里反而是更为退步的。由于特斯拉一直没有公布官方的数据，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唯一能够了解 FSD 表现的数据来源。各位有兴趣的朋友，我也把这个追踪网站的连结放在下方的说明栏。而对我而言，实际使用上的感觉确实跟大数据很接近。大家看我过去连续几支的影片就知道，往往在10英里左右的驾驶，总是会遇到1、2次需要紧急接手的情况。不管是闯红灯，或者因为不明原因突然就跳要求驾驶紧急接手的警示，虽然有观众说是因为阳光的关系，但我必须说这样的情况在过去的版本并不会发生。而且在我前几天从 Vegas 回来的高速公路上也有遇到啊，我只能说在高速公路上遇到的惊吓感是比在市区驾驶时要高了太多了。但诡异的是，或许是大部分的时候它表现得更为平稳，加上手可以不用再时时握着方向盘，整体感觉上是比以前还要更放松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该说它是进步还是退步，真的是五味杂陈啊。不过由于特斯拉一直不愿意公布 FSD 的接管里程数据，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比较有争议的部分，剩下的则是确定还没达成的目标啦。包含了原本预计10月应该做到的 FSD 中的停车与倒车功能，以及 FSD 的下一个重要版本 V13 版的推出。不过根据特斯拉官方最新的进度更新，我们可以预期下周将会有高速公路端到端的全面推出，以及包含更平顺的自动停车、减少坏天气的通知干扰与其他的安全改进。但坏消息是，以上这些改善都只适用在于 AI4 的车种上。AI3 的车主们可以期待的是改进 V12.5 版上的城市驾驶模型。另外，预计真实召唤的功能将会在欧洲、中国以及其他地区推出。这一点我倒还蛮意外的，因为台湾倒是挺早就开放了 ASS 真智能召唤了。另外，关于 V13 版，特斯拉也声称将会获得大量的改进，包含了全解析度的影片输入与神经网络架构，大幅改善避免碰撞以及遵守交通规则与导航的改善。很有意思的是，还会增加音讯的接收，让自动驾驶可以更好的处理遇到警车或者消防车等紧急车辆的情况，并且重新设计更平稳且准确的停车与倒车等功能。还有就是改善了相机的清洁与遮挡的处理。目前 FSD V13 版的新时间表则是从原本的10月推迟到11月底可以广泛的发布。但以上这些 V13 版的进步啊，都是针对 AI4 硬体系统，
AI3 的部分，特斯拉则是只字未提。大量的 AI3 车主们势必会感觉与 AI4 的功能越差越大，要追上的时间可能也会越来越长。在我之前的影片也跟大家聊到，马斯克首次承认 AI3 系统可能没办法实现无人监督的自动驾驶，但他同时也承诺，必要的话，特斯拉将会重新设计电脑，专供 AI3 的车种使用。但问题是，这部分是完全没给出时间表的，而我们却已看到 AI3 不但开始落后 AI4 数个月，而且我相信时间将会迅速的越拉越长。我不知道到了什么样的时间点，特斯拉才会正式宣布关于 AI3 系统的升级时间表。我只知道，这对去年才买车还在 AI3 的车主们实在是个噩耗。虽然特斯拉目前有提供 FSD 的免费转移，但这也是有时间性的。虽然我觉得继续延长的可能性挺高，但对于不幸入手末代 AI3 的消费者而言，也不可能才开2年就要换车了吧？而每当我聊到消费者可能会面临的 AI3 问题时，有些观众觉得说可以不要一直提吗？反正特斯拉也说了会负责就好。但我的想法是，目前搭载 AI3 的车主应该还是大众，我当然要向较多的群众分享未来的 FSD 进度，同时也希望透过更多车主关注这个议题。我不敢说会让特斯拉提早动手 AI3 电脑的升级，但至少希望他们能够持续让车主可以转移 FSD， 甚至变成是常态性的活动。不然像稍早10月1号到10号之间交车的车主就不符合 FSD 转移的资格，这不是有点奇怪吗？所以我想我还是会持续在那边帮 AI3 的消费者们关注 FSD 的进展，哪怕日后我自己换到了 AI4 也还是会这么做。毕竟这是特斯拉当初卖产品时对消费者们的承诺，身为消费者的我们来检视卖家有没有达到承诺，这不是刚好而已吗？另外，特斯拉也预估 V13版时自动驾驶将能达到约6倍的必要干预里程。关于这点，我们就等 V13版推出后再看看能不能够达标，以及希望明年第一季非常重要的就是 FSD 能够在欧洲与中国上线。关于这点，特斯拉说也还需要当地的法规许可，但我个人认为这对特斯拉能否大量提升利润将非常的重要，因为特斯拉所有销售的车种都已经搭载 FSD 所需要的硬体，也就是摄影机与电脑的部分。由于走全视觉路线，若成功的话，将可以比光学雷达要节省许多的成本。不过只靠摄影机，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今天刚好是美国的万圣节，接下来就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吧。前天有一位观众很热心的私讯我，跟我分享他所遇到的事情。由于特斯拉现在全部都只靠摄影机来判断周围的环境，我自己也常常对它侦测能力感到惊艳。尤其在夜晚的时候，像我上次出去夜间试驾的影片中，在转角的地方若没有仔细看，根本不会发现那边有一个人牵着一台脚踏车。但我的特斯拉，即便只是 AI3 的摄影机，也能够精准的捕捉到。但有时候捕捉的太多，可能会让人从惊艳变成惊吓。这位观众说，前几周时，他跟儿子在车上等他的特斯拉自己停车，但车子突然停下来，因为他侦测到左前方有个人，但他跟他儿子看窗外却什么人都没有，而且也没有任何的障碍物。几秒之后，画面上的人消失，车子就又开始动了，但马上又有人在车子的右前方，而且那个人突然直接飞进驾驶座，把他们给吓得要死。不知道这边有没有观众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呢？不过特斯拉的全视觉谜样的侦测能力也不算新闻了，之前就有人在空无一人的墓园侦测到车辆周围有人的影片，若发生在晚上，说不会发毛是骗人的啊。如果那边有个像人大小的障碍物，或许还能够解释，但如果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各位观众，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欢迎大家可以在影片下面分享你的想法。好了，待会我要来去面对装扮成各种鬼怪的小朋友了。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各位有美国身份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年终这个可直接入账1000多美金的好机会。忘了开张免年费的信用卡，以及附图新开户，除了闲置金额3个月8.1%的超高利息，以及满足入金条件，安卓的观众独享可抽15股股票，外加直接领1股的 NVIDIA。时间剩不多啦，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也感谢所有看到这边以及有帮我按赞与追踪我频道的各位朋友们。我们在下次影片再跟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话题。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